有一种很安静的念头，你可能很少真正说出口。它不吵，也不明显，但会在某些时刻浮现。当事情没有如你所愿时，当机会擦身而过时，当别人轻易得到你努力很久却没有的东西时，那个念头会出现。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你不一定完全相信它，但你也没有真正否定它。于是它就留在那里，变成一种背景。你还是继续努力，还是持续前进，甚至比以前更认真。你学习更多，做得更好，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值得被选择。看起来一切都在进步，可是内心深处，那个声音没有消失，它只是变得更隐微。你开始把每一次结果都当成某种证明。当事情顺利时，你会稍微放心一点，觉得自己好像够好了。但只要一点不如预期，那个念头又会回来，仿佛一切都还没有被真正确认。你没有发现，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，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交给了外在，交给结果，交给他人的回应，交给那些你无法完全掌控的东西。而这样的你，即使再努力，也很难真正感到安心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注意到这件事，不是透过谁的提醒，而是你终于感觉到累了。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一直在证明自己的疲惫。你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这些结果，我还是值得的吗？这个问题让人不太舒服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立刻可以抓住的答案。你会犹豫，会怀疑，甚至会想跳过这个问题。但它没有消失，它静静地待在那里，等你愿意真正去看。你开始慢慢理解，原来你一直在做的，不是单纯的追求，而是在填补一种不确定。你希望透过得到，来确认自己是好的，是值得的，是被允许拥有的。可是这种确认永远不会稳定，因为它建立在外面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某种转变开始发生，不是突然变得很有自信，也不是立刻不再在意结果，而是一种很细微的移动。你开始把注意力从我要证明自己，慢慢拉回我怎么看待自己。这个过程很慢，你会反复回到旧的习惯，还是会因为结果动摇，还是会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但你多了一个新的觉察。当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时，你不再完全相信它，你开始看着它。你会问，这真的是事实吗？还是只是我长期以来习惯相信的想法？当你开始这样看，那个声音就不再那么有力量。你不需要立刻推翻它，也不需要逼自己变得完全不同。你只是慢慢的，不再把它当成真相。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一种新的感觉开始出现，不是外在给你的，而是从内在慢慢长出来的。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稳定。你开始允许自己，在还没有达到某些标准之前，就先承认自己的存在。你开始相信，价值不是结果带来的，而是你本来就有的。当这种相信慢慢稳定时，你会发现一些改变。你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了。你不再那么紧绷，不再每一步都带着压力，不再把每一个结果都当成审判。你还是会努力，还是会在意，但那份在意里少了焦虑，多了一点空间。而就在这样的空间里，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你更容易接住机会，更容易自然地表达自己，更容易让别人看见你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怀疑自己是否值得。
当你不再怀疑，你就不会一直退后。你不会在机会面前犹豫，不会在关系里收缩，不会在关键时刻质疑自己。你只是站在那里，不是因为你证明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相信，你本来就可以在这里。有些结果，其实你早就隐约预感过，不是因为你真的看见未来，而是因为那种走向太熟悉了。你甚至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就猜到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那种感觉很微妙。一方面你希望不一样，另一方面你又无法完全相信真的会不一样。于是你一边期待改变，一边在内心深处默默准备好迎接旧的结果。这个准备不是刻意的，它藏在你的反应里，藏在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里，藏在你习惯对自己说的那些话里。你没有发现，但你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回应世界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会先怀疑；当关系靠近时，你会先保留；当事情开始变好时，你会下意识地担心它不会持续。这些反应看起来很合理，甚至像是一种保护，但它们也在默默维持一种熟悉的状态。那种状态也许不是你想要的，但你很习惯。而人对习惯总是比对未知更有安全感。所以即使你嘴上说想要改变，内在其实还是停留在原本的位置。你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件事，通常不是因为某个重大的挫折，而是因为一种反复。同样的情境，换了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时间，却出现了类似的结果。你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总是这样？这个问题一开始会让你往外看，是不是别人的问题？是不是环境的关系？是不是运气不好？但当你看得够久，你会发现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。那些重复出现的，不只是外在的情境，还有你自己的反应。你用同样的方式期待，用同样的方式担心，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不安。你以为自己在面对新的开始，其实你带着旧的状态，而那个状态会不自觉地影响一切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一点，内心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停顿，不是马上改变，而是开始有距离。你第一次没有急着解决，而是观察。当事情发生时，你注意到自己的第一个反应，那个熟悉的念头，那个自动出现的情绪。你没有立刻跟着走，只是看着它。这个看见本身就是一种转变，因为当你看见，你就不再完全等同于它。你开始有选择，不是每一次都成功，你还是会回到习惯，还是会在某些时刻被拉回原本的模式。但有些瞬间，你会停住，你会问自己，如果不照这个习惯反应，会怎样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打开了一点空间。你开始尝试不一样的方式，不是刻意改变一切，而是让某些反应慢一点，让某些念头不那么自动。你开始允许新的可能出现，而这些微小的不同会慢慢累积。你会发现，事情开始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不是剧烈的转变，而是一些细节的改变。某些关系没有再走向熟悉的结局，某些机会没有在你怀疑时消失，某些状态开始维持得更久。你会慢慢理解，原来吸引从来不只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长期停留在哪种状态。当你停留在怀疑里，你就会不断经验需要被确认的情境。当你停留在不安里，你就会不断遇到让你不安的发展。那不是世界在为难你，而是你还在熟悉的轨道上。当你愿意看见这条轨道，
你就有机会离开它。不是用力跳开，而是慢慢偏离，一点点改变，一点点松动，一点点让新的状态进来。这个过程不快，但很真实。你开始不再只是想要改变，而是真的在经历改变。而当你的状态不同了，你吸引的东西也会开始不同。不是因为你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停留在原本的习惯里。你可能没有发现，但有一种感觉一直在你很深的地方运作。它不是明显的悲观，也不是刻意的否定，而是一种很细微的预设。你在做选择时，会先考虑失去；在面对机会时，会先想到风险；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，就已经替结果留了一个不好的位置。这些想法看起来很理性，甚至像是一种成熟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底层，你并没有真的相信事情可以顺利，可以足够，可以刚好为你发生。你比较习惯另一种状态，不够，不足，需要再多一点。这种感觉不一定来自现在，它可能很早就存在。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学会用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。于是你开始努力让自己更好，努力抓住机会，努力避免失去。你以为这样可以走向丰盛，但内在的出发点其实还是在匮乏里。这种差异很微妙，外在看起来都是前进，但内在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当你是从匮乏出发，每一次行动里都带着一点补偿。你不是单纯的想要，而是害怕没有。你不是在创造，而是在填补。而这种状态会悄悄影响你看到的世界。你会比较容易注意到不足，比较容易放大缺少的部分，比较容易忽略那些其实已经存在的东西。不是因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在那里。你开始慢慢察觉到这件事，通常是在某些时刻。当你回头看，发现其实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你一直没有把它当作够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就已经拥有一些，为什么我总是看不到？这个问题不会立刻改变什么，但它会让你停一下。你开始去看，而不是只去追。你开始注意那些原本被忽略的细节，某些支持，某些机会，某些其实已经在你身边的资源。一开始你会怀疑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因为它不像过去那种努力，那么直接，那么有方向。但它带来一种不同的感觉。你开始没有那么急，不是因为你不想要，而是因为你不再觉得现在是完全缺乏的。当这种感觉出现时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你的选择开始改变。你不再只是为了避免失去而行动，而是开始从我想要什么出发。你不再那么容易被焦虑推动，而是有一点点余裕去感受。这个余裕就是转变的开始。因为当你不再完全停留在匮乏里，你才有空间看见其他的可能。那些原本就在的东西开始变得明显，那些原本被忽略的机会开始浮现。不是世界突然变多了，而是你开始看见。你慢慢理解，匮乏不只是没有，而是一种持续的相信。当你相信不够，你就会一直活在不够里。而当你开始松动这个相信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丰盛一直都在。它没有离开过，只是你过去的视线没有停在那里。那个瞬间其实很短，机会出现，你也看见了。甚至在心里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，这也许就是你正在等的。
但下一秒，另一个更熟悉的声音出现了：“我可以吗？”这个问题没有被说出口，却已经影响了你的选择。你开始迟疑，不是完全拒绝，也不是直接离开，而是停在一个模糊的边界。你看着它，分析它，衡量自己。你会想，是不是还不够准备好？是不是能力还差一点？是不是再等等会更稳？这些想法看起来很合理，甚至像是一种谨慎。但如果你再往内看一点，你会发现，那不是单纯的评估，那是一种习惯性的退后。你不是在判断机会，你是在怀疑自己。这种怀疑很熟悉，它不会大声出现，不会直接否定你，而是以一种再想一下的方式存在。久而久之，你开始习惯这种距离。机会来了，你靠近一点，然后自己退一步。不是因为外在拒绝你，而是你先让自己停在那里。你没有发现，这种反应正在慢慢形塑你的现实。你会觉得机会不多，觉得自己总是差一点，觉得别人好像比较容易被选择。但其实有些机会是来过的，只是你没有真的接住。接住一件事，不只是能力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站在那个位置。当你内在仍然习惯否定自己，你就很难在关键的时刻真正踏进去。你会犹豫，会保留，会让自己停在一个看似安全，但其实停滞的位置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察觉这个模式，不是因为某一次巨大的错过，而是因为那种重复。你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每次到了关键点，我都会退？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，因为它不是关于外在，而是关于你怎么看自己。你慢慢看见，那个不够好的感觉，其实一直在底层运作。它不一定真实，但你长期相信它。而当你相信，你就会用行动去配合。你开始意识到，问题不在机会够不够，而在你是否站在一个可以接住机会的位置。这个看见不会立刻改变一切，你还是会迟疑，还是会不安，还是会在某些时刻想退。但有一点不同了，当那个熟悉的否定出现时，你不再完全跟着它走，你开始停一下。你会问，这是真的，还是只是我习惯这样看自己？这个停顿就是新的空间。在那个空间里，你不需要立刻变得有自信，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准备好了。你只是稍微没有退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你多停留一秒，多靠近一步，多允许自己站在那里。这些微小的改变会慢慢累积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接住机会不是突然变得很强，而是没有再那么快否定自己。当你不在第一时间退后，你就已经在不同的位置。那个位置不是完美，但是真实。你会在那里慢慢学会，不是先准备好才进去，而是在进去之后，让自己成为能够承接的人。当你不再习惯性的否定自己，机会就不再只是经过，它会开始停在你能够伸手的地方。有一种落差，你其实早就感觉到了。你很努力，也很在意，甚至比很多人都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。但当你看向外在时，那份回应总是没有你想象中的明确。你会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付出这么多，却没有被看见？为什么明明已经做到这样，却还是没有被肯定？你开始更努力，试着表现得更好，更稳定，更值得被认可。
你以为只要做到某个程度，世界就会回头看你，但那种等待慢慢变得沉重，因为你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一直在往反方向拉。那个地方就在你自己里面。你习惯性的检视自己，不是单纯的观察，而是带着一点不满。你会看到哪里还不够，哪里还可以更好，哪里还需要修正。这些看起来像是成长，但里面藏着一种很细微的否定。你很少真正停下来，承认现在的自己已经存在价值。你总是先看到缺少的部分，于是你一边努力，一边在内心里对自己说，还不够。这句话不一定清楚，但它一直在。当你带着这样的状态存在，你其实在向外传递一个讯号：我还没有准备好被肯定。而这个讯号会影响你怎么表达自己，怎么面对他人，怎么站在机会面前。你可能不自觉地收敛，不自觉地退让，甚至在被看见的时候，也会有一点不自在。因为在你的内在还没有真的承认自己，于是外在的回应就变得不稳定。有时候你会被肯定，但你很难完全接住。有时候你没有被肯定，那个熟悉的声音就会放大。你会再次确认，是不是自己真的还不够。这样的循环让你越来越疲惫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两个方向拉扯，一边想被看见，一边却在内心里不断否定自己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开始察觉这件事，不是突然醒悟，而是某种累积。你开始看见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的站在自己这一边。这个看见会让人安静下来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什么，也没有突然变得很有自信。你只是开始少做一件事，少否定一点。当那个习惯性的检视出现时，你不再马上相信它。你会停一下，你会问，这真的是全部的我吗？还是我只是看见了自己的一部分？这个问题慢慢改变了你的视线，你开始也看见那些原本被忽略的地方。你做过的努力，你撑过的过程，你其实已经具备的能力。这些东西没有突然出现，只是你过去没有停下来承认。当你开始这样看自己，一种很微妙的稳定感慢慢长出来。你不再那么急着被肯定，也不再那么依赖外在的回应。不是因为你不需要，而是因为你内在有了一个支点。那个支点让你可以站在那里，不再一直向外索取确认。而就在这个位置里，一些事情开始改变。你表达得更自然，站得更稳，在被看见时也不再那么退缩。这些改变不需要刻意，因为它们来自一个很根本的转向。你开始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当你不再持续否定自己，世界才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可以回应你。那个回应不再是偶然，而是慢慢变成一种稳定的对应。你会发现，原来被肯定不是先从外面开始的，而是你终于先没有否定自己。有时候，那种空缺感不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，而是你总觉得那些东西不会停在你身上。别人对你的好，你看得见，关心、在意、靠近，甚至那些很细微的温柔，你都没有错过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很少真正留下来。你会回应，会礼貌，会珍惜，却很难让那份感觉真的进到你里面，像是有一层很薄的距离。你接触得到，却没有真正接住。一开始你不觉得这是问题，你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很知足、
很理性，不会过度依赖。但某些时刻，那种空会出现。在安静的时候，在事情结束之后，在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忽然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什么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没有被好好爱过？这个念头一出现，很容易让人往外找答案。是不是遇到错的人？是不是还没遇到对的关系？是不是世界本来就没有给你足够的那一份？可是当你慢慢停下来，你会发现一个更细微的地方，不是外在没有给，而是当那些东西靠近时，你内在有一个很安静的动作。退一点，不是拒绝，也不是推开，而是一种不自觉的保留。你不会完全打开，你会留一点距离，留一点怀疑，留一点再看看。这个动作很小，却很稳定。久了之后，它变成一种习惯。你习惯先保护自己，习惯不要完全相信，习惯不要让自己太进去。你没有意识到，这样的你其实很难真正接收。因为接收不只是有东西来，还包含你愿意让它留下。当你内在还带着一点不确定，一点觉得也许这不会持久，那份靠近就很难真正落下。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件事，不是因为谁提醒，而是在某些瞬间，你终于感觉到那个距离。那不是别人造成的，而是你自己维持的。这个发现一开始会让人有点安静，甚至有一点心疼，因为你突然理解，原来不是没有人给，而是你一直没有真的收。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太习惯先保护。当你开始这样看，内在会出现一点松动。你不需要立刻改变，也不需要逼自己完全打开。你只是开始注意。当有人靠近时，当有温柔出现时，当你感受到某种在意时，你不再急着退，你会停一下，感受那个瞬间，那份不习惯，那份想要保留的冲动，那份还没完全相信的感觉。你只是看着它，这个看见慢慢改变了你。你开始有一点点不同，也许只是多停留1秒，也许只是少退一点，也许只是让那份感觉在你里面多存在一会。这些很小的变化却会慢慢累积。你开始发现，那些原本划过的东西开始有重量，那些曾经只是经过的在意开始留下一点温度。你没有刻意让自己变得依赖，也没有强迫自己相信一切，你只是慢慢允许好的事情可以真的发生在你身上，允许那些给予不需要立刻被怀疑，允许自己成为可以接收的人。当这个允许出现，很多事情会变得不一样。不是外在突然给的更多，而是你终于让那些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进来了。你会慢慢理解，被爱不只是遇见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开放。当你不再一直退，不再一直保留，那份爱才会真的落在你身上。不是因为它刚好出现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没有再把它挡在外面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